如果这样做，令宫中上下人人效仿，才是真正的好事。皇后管事的时候，更多的是注重在节流上下功夫，倒是让宫里颇有微词。现在你来管理公务，很是细心，很周到，得到宫内一片敬重。你就大胆地按计划走吧。太后信任，臣妾必定竭尽所能。还有一件事，直隶山东等地遭遇水灾，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入京城。臣妾请于地安门外开设粥棚，一来可以赈济灾民，二来可以为皇后祈福。这开设粥棚赈灾倒是好事，但是粮食和银子都是问题呀。如此一来，难免会动用了内务府的库银。可是现在宫中日子本来就不好过，人人愁眉惨淡的，贤妃这样，不是让人人为难吗？贵妃放心，按照常例可以动员京城乡绅捐助，请太后下一道懿旨，开乐善好施令，城内必定群起响应。到时无需动用内务府库银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还是贤妃想得周到，这样一来可以为皇后积福，二来可以抚慰灾民，正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你大胆地去做吧，我全力地支持你。谢太后恩典。贤妃如今深得太后喜爱，可真是春风得意呀。臣妾尽心尽力为太后、皇后娘娘办事，担不得春风得意4个字。又是开源节流，又是赈灾施粥，这么急着拉拢人心，难道你想做皇后不成？皇后娘娘虽然病着，但是有叶神医帮她医治，相信很快就会恢复健康。臣妾不过代管公务，绝无僭越之举。此心此情，苍天可见。戏唱得不错，可是本宫是唱戏的行家，最见不得这种班门弄斧。芝兰，走。他就是眼红嫉妒，才处处诋毁。娘娘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该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吧。贵妃娘娘可真是肤色如雪，滑如凝脂，令嫔妾羡慕非常呢。你若整日也是用牛乳润着，香膏泡着，你也会这样的。贵妃娘娘可是天生丽质，美冠6宫，嫔妾又怎敢跟娘娘相较呢？别耍嘴皮子了。本宫费了那么大心思，才将皇后这个眼中钉铲除，谁料又冒出个贤妃来，仗着重阳节救了太后，一夜成为宫中的红人。本宫那么费劲儿采摘的果实，却让她捷足先登了。贵妃娘娘，贤妃如今深得太后的宠爱，娘娘若不先下手为强，将来贤妃成了气候，更难对付。明日她要在地安门济灾救民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娘娘放心，嫔妾明白。明日地安门外施粥赈灾，你们大家都得去帮忙。刘嬷嬷，我们自己手上的活都堆积如山，明日去了地安门，还怎么干活啊？这贤妃娘娘说了，凡是去地安门外的新者库仆役，每人赏银1两，轮休1日。
多少？贤妃娘娘也太好了，我还从来没领过赏钱呢。赏钱啊，少后娘，太好了。就是呀，只有贤妃娘娘会记得咱们这些最下等的奴才，还有一日轮休呢。行了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明日3更，地安门候着。是。贤妃娘娘说了，凡6宫生病的宫人，一律严医诊治，给假1日，算你走运。明日你就留下吧。都散了吧。贤妃娘娘对我们真可是，赏钱又有轮休，好厉害呀！这个贤妃真是厉害，不动声色之间尽收人心。璎珞，你那个皇后主子比起人家来差得太远了。我说错了吗？你疯了！烧成这样，你还出来干什么？回去休息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元兄啊，你放我下来！别说了，我是你哥。你放我下来！你预备去给玉太妃守墓？是。去多久？3年。真是个孝顺儿子。朕都被你的孝心感动了。臣弟素来荒唐，屡次闯祸，让额娘担忧不已，日夜难眠。这么多年了，臣弟实在对不起额娘，能为她守墓3年，是不孝子唯一能为她做的事。不孝子。是，你的确是个不孝之子。你是玉太妃的亲儿子，可你也是皇考的儿子，是朕的亲兄弟，是大清的皇子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听从夫人之言，伪作浪荡公子，不知犯了多少错，浪费了多少光阴。现在，你还冥顽不灵，一错到底呀！为什么这么看着朕？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朕就是一个会残杀手足、毫无容人之量的皇帝吗？玉太妃，她生于后宫，眼界有限，她只知道不能重蹈九龙夺嫡之祸，可她差点就这么害了你一生呢。若真如她所言，你就得做一辈子的废物点心，倒不如现在就抹脖子上吊，免得玷污了爱新觉罗家的姓氏。皇兄。洪州，朕一直在给你机会，一直希望你能跟朕交心，可朕等了10年，你还是这么荒唐，还是这么愚钝。滚，滚去给你亲额娘守墓去，此生都不要再回到紫禁城。皇兄。臣弟愚钝，臣弟错了，请皇兄恕罪。请皇兄原谅红州。洪州。
你是爱新觉罗的后代，是堂堂正正的和亲王。若为了避开政治斗争，就将满腹的志向和抱负藏于荒唐行径，将来你有脸面去见皇考吗？你又有脸面去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吗？啊？朕言尽于此。若你尚有抱负，就该好好想想，能为国家、为老百姓做些什么。哎呦，王爷，您可小心点儿。这是怎么了？停下！和亲王，贤妃娘娘，你是来找皇上的吧？宫中要施粥赈灾，有些条陈要禀给皇上。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娘娘了。和亲王，贤妃娘娘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和亲王，您怎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是我太失礼了。若和亲王这样走出宫去，明日紫禁城又要满城风雨，说你们兄弟不和了。多谢娘娘提醒，我只是想起了额娘，一时过于伤痛，眼眶才会红吧。和亲王弑母至孝，令人感动，但追悔伤感无补于事，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明日贤妃娘娘在地安门外施粥赈灾，这可是件有利于百姓的好事儿。和亲王有时间哭，倒不如过来帮忙，也算给玉太妃积点阴德。真儿不得妄言。可是，我这样荒唐的人，出现在地安门，怕是会惹人笑话吧？王爷想办正经事，让世人刮目相看，地安门赈灾，便是第一步。你怎么知道？王爷的心事，全写在脸上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奴才不过是去找小太监唠嗑，一回来您就不见了，怎么也不叫奴才一声？到底是你伺候本王，还是本王伺候你呀？哎，看看我脸上有什么？王爷，看什么呀？脸上有血渍吗？没有啊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不是所有人都担得起“兰心蕙质”这4个字的。锦绣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忘东西了，我回去取。你们先走吧。
着急，继续排队，提醒，大家都别着急啊，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。先来后到，好好排队，别着急啊。谢谢，别往前挤，别挤啊。谢谢，谢谢。排好队，排好队，都排好了。大家别着急，每个人都有。把队排好，谢谢，别往前挤。谢谢啊。谢谢。排好队。把队排好，让我们过去啊！我们要别挤，我们都别挤，到后面排队。别挤了，前面人都多了，去后面，先来后到。别挤了，到后面排队去。说你的，快挤！凭什么呀？都排好队，排队，排队呀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是不排好队，马尿就不发了。别急，不错了啊！大家不要急。挤什么？别往前挤！到后面去。吴总管，为什么这么乱？贤妃娘娘，不知从何处来了这么多难民，整个场面都乱成一团了。您看，是不是先停一停？这什么呀？是说皇宫里的娘娘施恩三周吗？这什么？这分明是水！你们看看，都能见人影儿。你看看，看这馒头，不但是糙米，里面还有沙子，能吃吗？可冒着牙疙瘩！娘娘，他们根本是胡说八道，我们的馒头里哪有沙子啊？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天子脚下，以为会有吃有穿，结果被官兵到处驱赶，妇人分文不舍，破衣烂衫，腹中空空，只能卖儿卖女。宫里不是说什么施恩放粮吗？根本就是谎言，他们是骗子，骗子，他们是骗子！还排什么队呀？还不赶紧抢！一会儿连馒头都没有了！抢啊！大伙儿快捡！你们不说施恩4周吗？这粮食根本就不够！什么叫施恩放粥啊？这根本就是骗人的鬼把戏！把你们管事的人交出来，放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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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马上就会有新的粮食来，好吗？干什么呢？后退！后退！干什么？快叫人来！娘娘，咱们快回宫吧。就是他，粮食根本就不够，后退！不去自杀！他就是个大骗子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去！后退！后退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他不是难民，他什么难民呢？真正的难民，从天津、山东一路逃荒而来，脚上穿的是草鞋，脚皮早就磨破。你们看他，他穿的是布鞋。他不是难民，他是混入难民里的居心叵测的匪徒。你胡说！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，杀了人还冤枉我们！杀了他！就是杀了他！再上来，他就是下场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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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奴才给和亲王请安。贤妃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贤妃娘娘，这次带头闹事的一共8个人，除了刚开始那一个被奴才砍了之外，还有7个。还有他，还有那边2个，东南角还有2个，一共8个人。你怎么知道谁是冒领者？回王爷的话，这帮人一来
奴才就仔细观察他们了。他们混在难民中间，故意推推搡搡，还挑拨离间。王爷若是不信，拿下来一问可知。全部拿下！过来，别动，走！凭什么抓我？为什么要抓我？啊！大家排好队，等候重新发放。和亲王，谢谢你。我提前禀了皇上，才调了士兵过来。不过，这么点粮食，这么多人，只怕是杯水车薪啊。王爷，娘娘，其实真正的难民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他们一路风尘仆仆漂泊而来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早就面黄肌瘦，弱不禁风。而那些奸人呢，却精神奕奕，面颊饱满。他们根本就是故意来冒领的。谁会冒领赈灾粮？京师的无赖、流氓、懒汉，或者干脆就是被人故意雇来的。为何要这么做？由于他们的冒领，真正的难民反而领不到粮食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怨声载道，没准儿还会闹出更大的乱子。真是可恶！看到没有？就这样打啊！好，来，拿好了，来打。哎呦，这样不对呀！你看看，你个小兔崽子！别打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重来行不行啊？贵妃娘娘有令，仅限1月之期，若是练不好，你们全都没命。8个匠人已经死了一半，全都是不听话的，那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。接着练。来，放下。孩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练的是沙子，等你表演的时候，那可是滚烫的铁水啊！一个不小心就没命了。你的底盘一定要稳呐，你打的时候要抡圆了膀子打，手不能动。爷爷，我不想练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傻孩子，我们回不了家了。谁说你们回不了家了？姐姐有几句话要跟你爷爷说，你先去旁边练习，好不好？去吧，练去吧。姑娘，为了把这个万紫千红的绝技传承下去，高大人逼迫全城的铁匠在学习。以后皇上万寿，皇后千秋，我们都得表演，哪怕我们以命相争，也逃脱不得。你能有什么法子呀？万紫千红，本是为百姓欢乐而生，可一旦入了宫，就成为了权贵的游戏，更被迫成了上供之物。世世代代，苦不堪言。现在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帮你们脱离苦海。周鹏远远不足应付难民人数，除去10岁以下的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，其他所有人全部要参与搭建周鹏。为什么呀？直隶、山东等地遭遇水患，无数的难民涌入京城。紫禁城和富户们施粥放粮，是本着一片好心，但这片好心
应该提供给有需要帮助的人。贤妃，这样似乎不太好。这里每一碗粥，每一个馒头，都是百姓辛劳耕地、日夜劳作的产物，没有一粒米凭空而降。别人给予你们是恩赐，不给也理所当然，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来质问，更没有资格伸手讨要。只有靠自己的劳力换取粮食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，没人可以抢走。现在，幼童、老人、病弱无力者，无偿发放粮食；至于其他人，全部去干活。没有力气干活！你给我闭嘴！大家都听好了，我们在地安门要设8座粥棚，城外也要组建难民营地。如果愿意干活的，就来我们这儿登记，按照人口来发放口粮。吃饱了，有了力气，再用自己的劳动力换第2天的口粮。想不劳而获的人，1颗米都没有。是谁的？良辰的，就是贤妃，这样的举措从来没有过先例。和亲王，他们的确是难民，但这个是天灾，没有人亏欠他们。如今每一个受到赈济的人都摆出一副讨债的嘴脸，说明如果慈善完全无偿的话，就不会有人珍惜了。行了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干什么呀？走，不给饭吃少了。王爷，您看，你看到了吗？若慈善是无偿的，就会有很多人试图冒领，但我让他们干活，不需要粮食的人就不会再来了。你是在逼冒领粮食的人离开？嗯。若非饿到极点，谁会愿意用苦力去换取粮食呢？珍儿，安排那些老人和幼童排好队，继续发粥。排队，都排好队。别挤啊！来，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。开始了。来，都有。谢谢。来，一个来。谢谢。贤妃，你果然有办法。斗米养恩，担米养仇。无偿的帮助会让人懒惰，更会毁人心性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想得到救助，就得先行自救。至于粮食，必须留给最需要的人。不过难民一路跋涉，病弱极多，需要太医施药诊治，另行安排。您放心，我另去安排。你是哪个宫的人？啊，回娘娘，他只不过是个刷公桶的禁军。回贤妃娘娘，奴才出自新者库。英雄莫问出处。如今新者库缺一个管事，就由你补上吧。奴才叩谢贤妃娘娘恩典，奴才领命。富察侍卫，皇后还没有醒，是吗？谢谢你，我还要执勤，明日再来看望皇后。富察侍卫，还有事吗？奴才
奴才听祖父说，皇上有心给我们赐婚。我想娶自己心爱的姑娘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更何况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你能反抗吗？儿晴，遇到他之前，我可能会默许这样的婚姻。可现在，明明我心有所属，却要和你成亲，这样才会耽误了你。就算璎珞那样无情，你也不改变初衷吗？儿晴，你会遇到更好的人，一个真正珍惜你的人。但那个人不是我，抱歉。儿晴，我从前替皇后娘娘做的药枕还在吗？儿晴，儿晴姐姐，纯妃娘娘叫你呢。纯妃娘娘，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儿。娘娘有何吩咐？我从前替皇后娘娘做的药枕还在吗？以前的药物都是安神的，如今应当换清心提神的才是。在的，奴才把它放在箱子里，这就去取。嗯。儿晴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们以前的儿晴可是一向做事妥帖的，还不是那个富察侍卫，整天惦记着魏璎珞，竟然敢拒绝皇上的赐婚。琥珀，哎，娘娘小心！纯妃娘娘小心！怎么？皇上要替你和富察侍卫赐婚吗？娘娘，您别听琥珀乱说。娘娘，这一地的碎瓦片，小心划伤了手。儿晴自会小心的。以前，皇后娘娘就说过，会替你和明玉选一桩妥帖的婚事。没想到，如今皇上比皇后娘娘还心急呢。还不是怪那个魏璎珞，要不是她勾的富察侍卫神魂颠倒，这本是一桩美事儿。好了，琥珀，不要再瞎说了。富察侍卫喜欢璎珞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，儿晴不敢奢望。真是可惜了。
瞪着我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娘娘，有人送来一封告密信。本宫执掌公务以来，每日都会收到雪花一样的告密信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娘娘，这次可不一样。果真？娘娘，有人想借机阴谋犯上，要不要立刻？不，娘娘，不急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耐心等待吧。这贤妃，在紫禁城里装模作样也就够了，现在满京城都在夸她，说她有威仪，能服众。唉，本宫每年寒冬腊月不在城外开棚放粮啊，这些混账全都忘了。现在眼中只有贤妃，本宫的心思全都喂狗了。娘娘息怒，这好事儿啊，年年做，别人就不稀奇了。贤妃呢，平时不声不响的，这冷不丁干出一件大事来，自然会引人注目。不过，娘娘，若是太后寿宴筹办得当，娘娘还怕不能出彩吗？今年的寿宴，本宫一定要将颜面抢回来。芝兰，太后的寿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贵妃娘娘，万紫千红已练习完毕，随时可供检验。告诉他们今晚准备妥当，本宫要亲自验收。是。不过什么？4名匠人企图逃跑，被当场格杀。4人，就是40人、400人，本宫也在所不惜。本宫要的是最后的成果。是。朕听说你在地安门外大发脾气，吓坏了和亲王，可是真的？皇上莫要寻臣妾开心呐！若非今日和亲王带兵赶到，臣妾就要被那些难民生吞了。饿到极点的人很容易失去理智，臣妾为了尽快恢复秩序，才不得不施展点小手段，登不上大雅之堂的。不光和亲王夸你，就连督建难民营的刘统勋也对你大加赞赏，说你是处事果断，威仪有度。哎，想得到这个老顽固的夸赞，那可是比登天还难。贤妃，你是让朕刮目相看啊！臣妾不过是一个后宫女子，能够做的实在有限。真正在治理水患、帮助灾民的人是高宾高大人，他所做的一切才是有力社稷，功在千秋。贤妃，你明知是高贵妃故意在使人捣乱，竟还夸奖她的父亲。臣妾与他的确是有些小误会，不过后宫小事又怎能影响到政务呢？高贵妃虽然有点任性，但她对太后、对皇上一片忠心。臣妾知道啊，因为太后的寿诞，她特地千里迢迢请匠人过来，为大家表演万紫千红的绝技。万紫千红？臣妾知道的并不真切，只知道是难得一观的奇景。皇上，今夜贵妃让人演练，皇上有空不妨亲自去看一下，让臣妾也饱饱眼福。李宇，奴才在。去打听一下，贵妃他们在何处演练。这。
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臣妾也好准备准备啊。贵妃不是早就开始操练了吗？今夜朕特意来此，就是为了先饱饱眼福。皇上说笑了，皇上这是不相信臣妾呀，怕在太后的寿诞上臣妾闹出笑话吧？皇上这一回可失策喽，臣妾相信太后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。哼。嗯。轻轻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，痛并把快乐尝尽。明明话那么安心，假装那只是定理，逻辑也不能相信。此生如纸般薄命，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